9月份开始以来，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迷茫的消息。那么，中美双方都阐述了非常想达成一个协议的这么一个意图，中方不停地在降低调门，最起码是针对原先发出的这种加税的通告，现在做了一些修整。不仅暂停了16种商品，暂停1年的加税，而且还对曾经加征过的这种关税开始实行退税了。那么美方也不断地传达出来一个消息，就是川普总统针对中美之间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或者说冻结已经加税的部分，不再继续加税，达成一个暂时性的协议，持开放性的态度。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一类的消息它背后都是有利益的牵扯。首先我们看到的是2020美国的竞选，无论是众议员、参议院和这个总统竞选，其实都在双方都在争夺选民。我们知道，本质上，如果仅仅从高加索白人的角度上来说，共和党占有绝对性的优势。那你要加上有色人种，那么民主党永远也不会下台。其实美国政治就是这样，大家都在达到一个平衡。从自媒体出现了以后，我们看到竞选的策略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通常人们认为竞选过程中，左派和右派各占一大半，那中间还有一个中间派。那么现在呢，争夺中间派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大家已经改换了策略。从川普竞选成功，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找的就是一帮铁粉现在的竞选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没有什么拉拢中间派的问题。那么有他的固定的票仓不管他做什么，哪怕他说针对民主党的4个女议员提出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川普的这个支持者还是认为这不涉及到种族主义，甚至有一些不是很喜欢川普的人，那么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跟其他竞选人做朋友，但是他会把票投给川普。那么这种变化已经发生了好几年了，大家应该正视它。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政治的重心其实并不在中国方向，大家都在静静地看着，其实盯着就是香港。昨天我们看到美国之音在做一个香港街头的直播，无论是在街上打人的，还是在商场里抓人的，即便他们不游行只在商场里唱歌，还是不断的被举着红旗的人拿旗杆来抽，警察在那边上就跟没看到一样。那么警察在商场里也开始抓人，甚至类似于针对重型暴力犯一样，要带个反铐，让你面对着墙跪下来。但总体而言，我们没有看到中共采取全面压制军警大批的站在马路上制止任何人上街，这种情况目前还没看到。大家都在静静的看着，看他能走到哪一步。我们知道香港马上发起一个叫929大游行，临近国庆就很近了。
那么事态的发展其实最关键的就在这一周，大家只能看着，因为你没有任何主动的可能。中共不断的在向国际社会传达他们有制止暴乱的这种信心，所以大家只能等待，看他们是不是用武力开始清场，甚至用已经到达香港的这些爱国人士来顶替香港人走上大街参加国庆的游行。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双方都在积蓄力量，所以它一旦发生，有可能会震撼整个世界。那么这两天国际社会呢，其实也没闲的，一个呢是胡塞武装啊，就原来的这个信仰青年是吧？因为胡塞战死了以后，为了纪念这个组织的创立者胡塞，那么改名叫胡塞武装。胡塞武装2014年就占领了首都是吧？也门的。那因为他们跟沙特之间的问题，因为沙特收留了也门的前总统，那么他们不断的炮击，后来开始使用无人机针对沙特的一些基地空军基地，那么开始进行袭击，现在已经发展到使用无人机来炸毁沙特的油田了。我看沙特好像又被迫关闭了一条主要油田通向海边这个输油管道。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呢，都跟美国正在对待的伊朗问题是有关的。因为连续几次无人机的袭击，都是非常直白的，伊朗指挥官指挥着伊朗无人机在也门起飞，直接轰炸沙特的油田。现在不再打击你的空军基地了，直接打击你的油田。伊朗的无人机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熟悉，因为不仅中国在向它出口，而且他们使用的中东地区这些大国使用的无人机基本上都跟美军长得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山寨能力比较强无论是从外形上还是从配属的导弹上，其实中国不仅是自己用的军用无人机，包括出口型的，甚至针对伊朗这样的国家，极有可能出口的是生产线。那么他们这些无人机已经不仅仅是在商用的这种四轴无人机，我们知道的大疆了，其实现在还有一些无人的直升机、无人的攻击机都在进行出口，上面是配着导弹的。我们知道中东地区有很多国家，它的空军并不强，但是无人机被使用了以后，极大的加强了他们的打击能力。我们现在看到背后有很多东西都指向中国，这就是目前美方急着要解决伊朗问题的原因。无论是跟他谈判还是支持以色列，都是选项。那么现在看起来谈判一时半会儿是进行不了了，对吧？前面释放了一个缓和的信息，跟塔利班要进行一个戴维营的会谈最后被取消了。那么有些人在指责川普的外交政策，
认为你在纪念911 18周年的这个当口，你把塔利班请到美国来，还试图跟他们达成协议。那么伊朗也发出了自己的信号，他要加强浓缩铀的生产，他已经明确的回绝了两国总统之间的见面。这种谈判的机会应该来说短期内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又把手伸向了以色列。那么他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其实他不是第一次被指责干涉盟国的选举了，干涉盟国内部事务这个说法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内塔尼亚胡呢是一个老牌的以色列政治家，其实也是一个军人。他针对中东地区的态度很简单，跟他早年的竞选口号一样，我们要一个安全的和平。这可能跟他本人的经历有关，他一家三兄弟都是军人，那么他的大哥是人们印象中非常出名的恩培德行动中，就突袭乌干达解救人质1976年的这场行动中唯一牺牲的，也是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内塔尼亚胡本人也服役于以色列国防部国防军的总参谋部的特种侦察营，也就是人们经常把它称为叫野小的特种部队。他在美国受的教育，他担任过驻美大使，担任过驻联合国大使，那么已经担任了3次总理了。这次搞得很搞笑，因为他阻隔没有成功，所以以色列2019年出现了以色列建国以来第一次1年之内进行2次议会选举的这种现象。但是总体上来说，他的表态美国人很需要。内塔尼亚胡认为以色列可以用武力在中东做到一切。以色列前面针对中东所有大国的军事行动都是成功的，那么它极有可能会成为美国人在解决中东问题时候的一个强有力的助手。因为我们知道，从川普的国防政策上来看，他是不太擅长用美国本土的武力去直接进入战争的。到现在为止，他还在希望能够用谈判的技巧尽可能缓和目前出现的问题。针对中国是这样，针对三胖是这样，针对塔利班，针对伊朗，他也试图这样。所以他第一个任期我们看到临近结束了，马上有一个连任竞选的问题。在这个时刻，他会不会一直保持这个风格，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因为他的铁粉一直认为川普做的都是对的，而且川普到目前为止没有损害美国利益，他只是过多的把商业谈判的技巧带入到国际政治中，这让大家有一个不适应。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周来，尤其是这个周末，美国出现了很多可以关注的点。尽管我们看到川普一直在说，无论是他帮助共和党的参选人获得议员的位置，还是他代表共和党任命了第150个法官，他所有的这一切，其实背后都隐藏着2条线，一条是等待中国针对香港问题的态度，
一条是关于伊朗。他现在宣布打电话给内塔尼亚胡，其实已经非常明确的在支持以色列有一个右翼或者叫中间偏右的这么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来配合他执行在中东的政策。那么针对中国呢？针对中国，他一直在等，他跟国会不一样，国会不断的在逼，是吧？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啊，针对维吾尔族人权问题，国会一直在尽力的施压，而川普基本上保持了他的平和，他适度的释放出善意。所以这个周末对所有的关注中国现象的人都非常重要，它极有可能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能够得到整个世界关于中国变化的所有大家关注的这个转折点。谢谢大家，再见。